Our school's classic breakfast: butter beer and 嘎巴菜。哇哦！嘎巴菜肥快吗？记得在家住，别找我们吃。哎呦，来，都来我家吃啊！别听他的，他跟他爹一样抠。哎，你这怎么不放鸡蛋啊？这个是天津的另外一种传统小吃——煎饼果子、伪造的果子、伪造的鸡蛋。什么玩意儿？昨天给大家展示了如何摊煎饼果子，那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嘎巴菜。其实方法呢和煎饼果子差不太多，就是如果你会摊这个饼就可以了。泡绿豆，然后什么打都一样，都一样。皮儿的一些料、调料什么都可以不放，因为你吃的时候还得不太好见效啊。没事儿，我们成天笑你。所以我说见效。我大意了啊，没有闪。天津这个早餐呢叫做锅巴菜，天津人都管它叫嘎巴菜。所谓的这个锅巴呢，就是绿豆面的这个煎饼，可香了。就如果你喜欢吃这个绿豆皮儿的这个味儿的话，我个人觉得啊，这嘎巴菜比煎饼果子还好吃呢，真的。还没让观众看呢，先别吹牛。这怎么能叫吹牛啊？这是叫预热，懂吗？吹牛不叫吹牛，叫预热牛。等会儿来吹，先吸口气儿，先吸牛，然后再吹。这绿豆糊呢，就是提前一天晚上把1杯的绿豆和2汤匙的小米儿给它泡上水，然后泡1晚上之后呢，多出来的水咱把它倒了，你再往里边添点鸡汤，然后用这个搅拌机一打，再打上糊，就打得稀一点就行。好，这比例你这能跟大家说一下吗？不外传呐，不外传，因为他自个儿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传。我也是经验都得靠老师傅，拿手猫。一猫就烫掉一层皮。今天我们这一集听相声送嘎巴菜，没听说过。这差不多是8张煎饼，我给它切一下，给它切菱形的，还真像那么回事儿。那必须啊！这来个客人，用这招待他，这绝对是我跟你说，这是我们家最隆重的接待方法。切完之后呢，咱们拿手这么抖掇，给它尽量的弄开了，然后让它晾一会儿，越干出来的那个效果就越好。所以你看人家店里边都是这么散开了，这么晾着，咱们也这么晾。你看咱这皮儿，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。咱们现在就开始炒卤料，先放点油，1颗大料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香菜放进去，香泥、蒜泥。这个最好呀是放香菜根儿，但是我们这儿实在是买不到，所以我就放了香菜，但也没关系。煎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捞出来，因为这东西不要了。把火拧小了之后呢，直接倒鸡汤或者放水，倒点老抽，1汤匙左右吧，盐1/2茶匙，五香粉1/4茶匙，水淀粉、勾芡，酱糊糊的就对了。关掉。哎，这就是它那个卤子。哎呀，从来没吃过呢，好有新鲜感哦。这是其中一点，你就倒这么多就够了。嘎巴菜搁进去，豆腐乳、芝麻酱，我就用的是 Costco 的丘比芝麻酱，辣油是老家牌的，自个儿做的。香菜，行了，拌一下给它，底下那个卤子让它都均匀的挂在上面，都是回忆啊。怎么样？是那味儿吗？是不是主要是这个卤子特好？哎呀，没想到在奥兰多还能吃上嘎巴菜，它裹上这个酱汁儿，它依然有口感，并没有因为吸的这个酱汁儿就变得特别软或者就化掉了。我们这个卤子是非常好吃的。大家学会了吗？学会了都去做吧，看看我们频道。大家再见，我也吃饱了，我要先去跟妈妈玩了。